好，现在第3赛段交朋友赛正式开始。第一组率先对战的是蚊子、德子、叶子和花木兰。首先上场的是蚊子、德子、叶子，让我们掌声有请李玟、Kid 和王继业。这四大才子。大家好，我们是蚊子、德子、叶子，我们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孩子。接下来是他们的对手花木兰，让我们有请小帕、秋月、小雪。我是小帕，大家好，我是小雪，大家好，我是秋月，我们是花木兰。我们的口号是风景越大越不怕。别怕，加油加油！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马上要对战的6位脱口秀演员。这个。什么子和什么子和什么子啊？缺心眼子。因为你们是第1轮的3v3的 PK， 你们选个代表，跟对方也那个表态。那就看在孩子的份上，请姐姐们手下留情。那个3个兄弟们也手下留情，而且你们也不是孩子了。我们是巨婴。我们今天的开场演员，这位朋友呢，之前和我们说过他和他父亲的故事。哎，今天呢，要跟我们分享他和母亲的相处。各位，开场不易，掌声有请 Kid。大家好，我是 Kid 啊。谢谢。如果说我们的老粉丝应该会记得，我前几年在节目里讲过一个和我妈和我爸一个单亲家庭的段子，记得吗？记得。谢谢。经常会有朋友在我直播的时候和我连麦，和我分享他们和父母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说，他跟着他妈和另一个单亲爸爸重组了家庭，那个爸爸带着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听了一晚上他们的故事，听得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听到最后告诉我，妈妈叫刘梅，爸爸叫夏东海，你知道吗？不是人干的事儿。很多朋友还会在连麦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儿叫愧疚式教育，我很能感同身受，因为我妈从小对我就是愧疚式教育。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她给我买过一个能显示温度的保温杯，每天早上会给我调一壶刚好50度的热水，多1度少1度都不行，给我。跟我说妈妈可以睡懒觉，但妈妈没睡。妈妈希望你看到这个水就能想到妈妈的辛苦。这50度是妈妈1度1度烧出来的。我说妈，那没烧开，那你别管。妈就是希望你能认真学，能拼命学。记住没有？看到50度就要想到妈妈，记住没有？我记住了。每天我就在学校念叨妈妈50度，妈妈50度，同学都传我妈是个锐角。当然我也没有辜负她，我也经常给她带一些刚好50分的试卷回来了。我也是。
但我妈不是那种，她会把为你好3个字挂在嘴边的愧疚式教育，她只会在一种情况下说为你好，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就为你好，你知道吧？在其他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我妈是那种她会藏进去，但她藏的你肯定能听得出来。她会说妈不图啥，妈不是非要住什么市中心大平层，开什么奔驰宝马，有个100-200万钞票，戴金镯子金项链，妈不图这些。我说你不图，你说那么具体干什么？你不图？我车子、房子、票子、链子，我妈好像是个 rapper， 你发现了吗？他也很适合，因为我在写这篇稿的时候，我回忆他愧疚式教育我的那些话，好像真的能连成一首歌。让你在学校学习，你不能浮躁。我把最好的都给你了，你得知恩图报。就是为了赶回来给你做饭，我那把清一色都没有糊到。你可以放心，妈啥都不要，但你记住，人不能不忠，也不能不孝。我说我作业做累了，我想看会儿电视。他说这么回报我，你简直胡闹。重生之我的妈妈是娃娃，你知道吗？这种歌。不是，关键是这些话我也学不会什么，只会让我习惯性愧疚。我的表情包全是跪着磕头的，在公司跟每个人说不好意思。打篮球一直在那我的，我甚至都没在场上。这整个人就是敏感又自卑。很多网友这时候会说，那你断亲就好了。我做不到，因为他真挺爱我的。一开始他都不知道什么是脱口秀，我说就是别人花钱让我逗他开心。他说那忙不忙啊？我说不忙，每天夜里才上班。我妈直接就哭了，说儿子，妈不嫌丢人。我当时又感动又难受，好像在我妈眼里，儿子不是来上海了，儿子是来下海了，你知道吧？而且我琢磨了一下，也不能全怪他，因为我外公也这样。过年吃饭时候，明明有一大锅螃蟹，我外公非要给我妈碗里夹一个，说你吃，我不爱吃。我妈再把那只螃蟹夹到我碗里，说你吃，妈不爱吃。我说都不爱吃，咱做它干啥？纯杀生，纯扣功德。扣完都是吃啊，传啥呢？在这儿，我妈说是爱，我说是爱吗？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吗？在这儿。真的，我当时对着那只螃蟹，我又愧疚了。我说谢 bro， 你算白死了。那天回家之后，我很认真和他聊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想了半天，然后我妈也想了半天。她说，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害怕我老了之后你不管我。我当时就是想让她安心，我说你别怕，我会一直陪着你，我挣的钱都给你，我管你一辈子。谁能想到我妈的眼睛里露出了绝望？我说咋了？她说你爸当年就是说的一模一样。我说咋可能？谁骗你我都不会骗你的。她说这句也一模一样。真的，最后真正让我释然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课题，歌颂苦难没苦硬吃，好像就是他们的课题一样的嘛。咱们也会有咱们的课题，也很有可能咱们老了之后子女也会不理解咱们这代人没福音享嘛，是不是？很有可能你还剩最后一口气，你躺在病床上，子女围着你，你也父母亲真假在那哭，说爸您最后还有什么心愿吗？我想买个拉布布。再给他换个衣服。让我跟我妈现在关系就好很多了，我现在已经敢跟她正常说话，甚至开玩笑了，有时候跟网友对线一样。我妈说你看我哥家孩子，人公务员结婚了，车房都买了，怎么人家就能生出来这样的儿子呢？我说哦哟，还得是你们家哥哥。而且我也真的在管他，我也在乌鸦反哺，只不过我反哺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愧疚式反哺。前几天我们新家装修要买一个空调，我给我妈买了一个9000多的空调给她。哎，给她，然后跟她说，儿子可以买便宜的，但儿子没买。儿子希望你看到这9000多就能想到儿子的奔波。这9000多是儿子一场一场卖笑卖来的。你要认真吹，要拼命吹。
一吹到这个风就要想到儿子，记住没有？我妈记住了，没过2天给我发过来一张空调的照片和一条微信，说儿子你怎么凉得这么快啊？那条语音里我妈的声音都有一些哽咽了。我问她妈是不是有点感动了？我妈说不是，妈有点感冒了，是吧？加热线你们我给你。来 ，Kid， 锁票通道开启。再次掌声送给 Kid。谢谢。Kid 每场演出我都觉得都有惊喜，而且总是能刚才那个为你好是吧？很开心的，而且还给妈妈写了段说唱哈歌哈。对啊，然后那段是就是说直接这个单压还是非常一般的啊。反正我觉得每回他都能想出特别好玩的点来啊。哎，你每回写包袱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会拍案叫绝，觉得哥们儿写的太棒了。觉得哇塞，怎么这么好？那是子韬。子韬说：“哥们儿太帅了。”我觉得挺温馨的一段，是吧？啊，虽然讲的是愧疚式教育，对，但是我觉得最后就是 Kid 他找到了一种跟妈妈之间的一种和解的方式，我觉得找到一种出口。然后另外我其实自己也觉得说我还是挺熟悉的，可能是我们这种东亚家庭，我觉得都会有的一种习惯，对，表达爱的一种习惯。对，你像我妈妈，他们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相对那个物质会匮乏一点，所以她认为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她现在到北京来看我的话，她不会带别的东西，但是她会带2箱菜过来，然后她就是会像强迫症一样的一直做东西给我吃。对我妈其实也是，她就是做饭会做特别多，她明知道我的饭量，然后我吃不了，她就在旁边在厨房就会哎呀，都是辛辛苦苦做的。也没人吃，非洲小孩想吃还吃不到呢。搞得我现在经常冷场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都是辛辛苦苦写的，也没人笑。那美国人想笑还笑不出来呢，美国人。厉害。Kid 在我心目中现在是一个我特别信任而且非常期待的一个演员。他的语言的方式跟节奏是自己独有的。比如看有一个地方我特别喜欢，就只有他能讲才好笑。就他妈妈说那50度的水，然后他说妈那都没开，但你别管。就这一小段是特别 Kid 式的，就这个处理就是他的能力。然后我就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找到自己的声音、语言跟节奏，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演员。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段。谢谢罗毅老师。罗老师也是喜欢 Kid 的，对，当然一直都很喜欢，我也拍了。但你最后你犹豫了好久，但你犹豫了一下，为什么？那我就示范一下如何拍了灯还得罪人。因为我心里对 Kid 的预期一直都是很高，然后今天开场前又知道他讲这个主题特别好，这个选题我在这个台上没有听过啊，亲情的，就这个父母对子女这种叫什么愧疚式的教育、情感绑架式的这种，我小时候也经历过很多这种，所以我本来期待的要比这个高，但是我一直等，就对我来讲就差那么一点。但是考虑到开场秀是真的是千难万难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刚才犹犹豫，最后还是拍了。Kid 确实是一个特别让人放心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当他在现场的时候，只会让大家有比他的表演应该更上一层楼的那种期待。来，是的，在此掌声送给 Kid。谢谢大家。Kid 先稍微休息一下，好。来，要和 Kid 对战的来自花木兰队这位朋友呢，之前在这个舞台上跟我们分享过他的愤怒和脆弱，今天他有其他的情绪想要分享，加油！掌声欢迎小帕。嘿，大家好，我是小帕。谢谢啊！我是一个新疆人，前一段时间抑郁了。有人问我，那抑郁的新疆人还会扭脖子吗？会的，朋友，会的。我们上吊都是这个样子。家人不理解，他看我不高兴，总希望我能出去转一转，总跟我说你去转转。我说咋了？你要把我回收了吗？我朋友很好，真的，我朋友们都很好，一直在安慰我。我奶奶也试图安慰我，她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应该是抑郁，一种病吧。我说你哪儿不舒服？我说我就是提不起精气神，总觉得身子很沉，老想哭也不想见人。奶奶说哦，鬼上身。
朋友说这样，我带你出去旅游好不好？咱们受一受启发，咱们去那个岳阳楼，咱们学一学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说先不说我现在起床都困难，那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不就是抑郁症吗？我猜的啊，我没有行医执照，大家不要信我。我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他们做了所有他们能做的事情，但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最难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讲，我都想上吊，我都想上吊了，还会有人过来劝我，小胖，你高兴一点。我想去他家上吊。我试图和他们解释，抑郁不是我不想高兴，是我高兴不起来，是我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对吧？没有那个能力，就像这个地方，我巨想写一个爆梗，我笑死你们，我笑到你们这辈子活完了，临终前不给孩子交代遗言，就交代我这个段子。没写出来。我真的很想高兴，我想高兴的情绪一点也不亚于我爸想要儿子的情绪，真的。我不高兴，我爸爸没有儿子，我们俩虽然处境不同，但我们都需要同一个建议，不行去医院看看呢。我去了医院，医生非常负责任，该做的检查都做了，这还要观察一下你的情况，这段时间你多来几次好吗？我说 OK 啊，大概去到第3次我就开始高兴了。我爸到现在都没有儿子，我更高兴了。医生跟我说：“你能给我描述一下你现在有多高兴吗？”我说：“我以前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觉得我该死；我现在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医生说：“你能仔细跟我讲一讲这几天你都干了一些什么吗？”我说：“我就高兴啊，我就跟朋友一块出去玩，喝酒、逛街、花钱，自己身上花不过瘾，我就开始在别人身上花钱，我自己跟自己都能唱歌跳舞。”医生说：“你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我说：“偶尔也会有啦。”怎么了吗？医生说：“你这是狂躁。”我哪知道那是狂躁，我以为我只是新疆人。真的，我跟你们讲，新疆人这个身份，它掩盖了我的病情。你们要是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自顾自的唱歌跳舞，你们会觉得哦，这个人有病吧？但是你们要看到一个新疆人在大马路上自顾自的唱歌跳舞，你们会觉得哦，他在做自己。医生跟我说，你现在不是好了，是转向了，你这个病它叫双向情感障碍。我说我的天哪，这名字也太长了吧，听着都像个新疆人。他说你就是会交替出现极其高涨以及极其低落的情绪，我都纳了闷了，一个人他怎么能既便秘又拉稀呢？就转向特别突然，有时候我跟朋友约好了出门了，我妆都化好了，突然身子变得很沉很难受，我就想跟朋友找个借口，哎，虽然把这事直接推掉吧，但我觉得我都33岁了，我应该面对真实的自己啊。硬着头皮半天憋出来一句话，我说我转向了。过一会儿他给我发了一条语音跟我说，记得打转向灯。就有些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写 PPT， 我都能写高兴，写着写着我说太高兴了， PPT 真的太好了，我想让全世界都看到我这个棒棒的 PPT， 我都想去公司门口吆喝，耶，郑州新疆 PPT。同行问我，你狂躁期你脑子会转得很快，那是不是很利于创作？脑子转的是很快，但是没有逻辑，朋友们。上一句跟下一句不挨着，接下来这段不是我创作出来的，是我狂躁期写的东西，在备忘录里面。我今天冒着冷场的危险给大家念一下，或许会有人喜欢吧。人类主要有2只手，快给珍珠奶茶打电话。多年以后，我是孙红雷。没了。因为我的状态没有办法确定嘛，如果你们哪天看到我演出在台上死气沉沉，整个场子都很凉，我也很凉，请大家给我哪怕一丁点包容，因为不是我水平不好，可能那天就是状态不太好。但如果哪天你们看到我情绪特别饱满充沛，屋顶都被我掀翻了，特别炸，对，就是我的真实水平。后来慢慢我也理解了狂躁为什么要叫狂躁，先从狂开始。我平时挺自卑的一个人，狂躁期我感觉我啥都能行，好吗？我啥都能行，什么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都别猜了啊！今天这个事儿我定一下。我高考数学考了27，但我可能就是当时状态不好。我狂躁期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我就是个全才，我买了各种绘画类的书、材料，还有什么油画，我们家还有油画刀，我甚至还买了架子鼓，我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当代达芬奇。我看到达芬奇那个自画像我都瞧不上，我说太无聊了，来我给你加2笔，以后你不叫达芬奇，你就叫买提。狂躁期想花钱，太想花钱了，什么衣服、鞋子、包包这些东西太普通了，说出来我都觉得没意思。我甚至还买了护指，射箭用的。我既没有弓也没有箭，就狂躁期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花钱的东西，我太想花钱了。我感觉我的狂躁跟我的抑郁对话，就是抑郁会说，我好想上吊，我的狂躁都会在旁边讲，耶，可以买绳子了。狂躁期的高兴和活力都需要我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都需要我在抑郁期成倍的还回去。我就感觉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还是个高利贷。就我狂躁越狂躁，就会导致我抑郁期更抑郁。抑郁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些狂躁期买的东西，我都感觉他们在嘲笑我，所以我抑郁期我只能一边哭着就一边思考，我这么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边往群里发2手架子鼓150包邮，还会有人问我可小刀吗？我说你甚至可以给我1刀好吗？就那会儿，我真的深深的明白，我不是达芬奇。我不可能是达芬奇，甚至这些破玩意儿要是卖不出去的话，这把就是我最后的晚餐了。最后我很难过，给我奶奶打电话，那个8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大家还记得？她不理解什么叫抑郁，当然也不理解什么叫狂躁。她说：“你怎么了？你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我就说：“我就老想喝酒，老想乱花钱，坐不住，总想搞对象，干了很多蠢事儿。”总想干点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太负责任的事情。我奶奶说：“哦呦，你不要相信那帮人说你精神有问题，你精神一丁点问题都没有，这都不是事儿啊，你就稍微有点随你爸了。”我说：“那能一样吗？这个情况不一样好吗？我这个情况有的治，我爸没有。”谢谢大家，我是小帕，谢谢。来，小帕，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帕。我非常喜欢小帕的表演。我觉得今天对于小帕来说有一点点吃亏，就在于今天现场的观众没有看小帕之前的表演。但我想说，小帕她的可贵就在于她的人生所有丰富的经历，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是很让人心疼的事情。她如此的举重若轻，我觉得举重若轻是我能够想象在这个舞台上特别棒的一种表现的形式，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今天小帕美中不足，就是节奏略快了一点点。我觉得其他的我非常的喜欢。谢谢。我单纯说作品的话，就是你第一场讲的比这个其实是更悲惨的人生遭遇，但是那个让大家笑的毫无负担，因为你把作品处理的特别完美。然后这个刚才我中间有好几个段落是不太敢笑的，所以单纯从作品的角度觉得还没有打磨的很圆熟，大概是这样。对，小帕，你现在自己的个人状态是什么状态？挺正常的，就是在治疗啊，配合积极治疗，状态挺好的，正常。这些都是我之前的事儿。如果那个状态的描述让大家觉得，哎，有点担心，有点心疼的话，可能会影响大家笑。我是这个意思。是这意思。Kid 之前也说有自个儿那个双向情感障碍这个事儿，你们俩会互助一下吗？就是都有这样的一些。我们很少沟通病情，又不能过去跟家长。对了，你也是精神病对吧？对。我一朋友平时看着可开朗了，他跟我说他有那个双向情感障碍，不敢相信，这个事情怎么走出来？哎，可是我之前听说过，就是人的那种痛苦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是靠想象出来的，那个是真实的吗？让你觉得？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怎么走出来？我觉得就看病吃药，就剩下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另外一个想象出来的，或许吧，因为脑子里面，尤其是躁的时候，脑子转得太快，它真的会出现一些非常吓人的画面。就比如说很焦虑，你就觉得你明天有演出，然后你的演出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观众会怎么样，就是那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但它就在你脑子里面一遍一遍的上演。我觉得小帕讲这个
题材还是一个挺需要勇气的事儿。当然，因为其实我身边就有得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朋友，所以其实我是特别明白他说的那种，他在非常低落，以及他在非常觉得自己很牛的那个两个极端的状态里面来回的反复的。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会觉得说我需要去看病吗？我有什么办法？就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很值得去了解的，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因为我矫情啊，还是我的情绪？对我也是觉得应该自己是矫情吧，但是这是特别不对的，就是病。对，后来才慢慢意识到这可能是病，得去看医生，所以就特别希望大家状态不好一定要去看医生，就不是你矫情好吗？对，就像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胃疼或者哪儿疼，我们觉得是生病了，但是这种情绪的病可能是它是看不见的、摸不到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视这个事情。所以非常感谢小帕。题材非常难讲，是，尤其是这个题材结合了自己之后，给舞台表演提出来了特别大的难度。但是今天小帕非常非常的优秀，掌声再次送给小帕。谢谢谢谢。好 ，Kid， 请回台上。这是3人战队的第一组对抗，我们来看一下 Kid 和小帕为自己也为自己的战队得到了多少票数。哇 ，Kid 这么高，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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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 289，小帕245，两位稍作休息，再次掌声送给2位。可以，没问题，挺好笑，挺好笑，可以，很棒，很棒。